对仙州人而言，云上五霄四字所代表的，并不仅是5位盖世英雄，更是一段豪情万丈的黄金岁月。时过境迁，英雄星散，故人凋亡，流星划向银河边缘，一去不返，正如那段属于英雄们的时代。可正如诗云，月缺不改光，见蛇不改刚，月缺破一满，见蛇铸复良。无论日月星河如何流转，总有英雄会在时间的湍流之中，为了他想保守的道路，执剑屹立，万世不移。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罗浮前代剑手敬流。吉米先生的口才真是一流，改日真该邀你去长乐天，给那些说书先生们上一课。哪里不过这词谁写的？好端端提什么英雄星散，真是一点待客之道都不懂。导播，我们作为一档科学严谨的节目，以后要多谈技术，少谈感情。敬流是毁灭命途的冰属性角色，人送尊号无下飞光。传说他的剑快到能够消去时间。师祖挥剑成河，燕青虽只见过一次，却久久不忘。这不是当世天才燕青弟弟吗？欢迎。燕青听闻是探讨剑术，便非要跟着一起来。我实在不忍心挫折他的好学之心，要是打乱了节目的安排，还请先生见谅。您这是哪里的话？一份出场费邀请2位嘉宾，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敬流的普攻流影方辉，能够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冰属性伤害。燕青见过这招，悠悠寒光如我一线月光在手，杀气凛然却美不胜收。消耗战绩点数，释放战绩无下飞光，敬流会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冰属性伤害，并累计一定层数的朔望。发动终结技时，凛冽的月光倾斜而下，照彻万川。敬流会对指定敌方单体及其相邻目标造成冰属性伤害，同时使自身获得一定层数的朔望。每当累积的朔望达到一定层数，敬流就会进入转破状态，朔望的层数存在上限。将军，这招是怎么个原理？燕青似乎没太看懂。用剑如治水，先蓄水在渊，再开闸入渠。看似浅灰一剑，却蕴含着层层劲力。通过累积朔望进入转破状态的敬流，将使自身行动提前，并提高自身一定暴击率。同时，他的原战绩将强化为寒川映月。此时，敬流仅能使用强化战绩和终结技，无法使用普攻或战绩无下飞光。寒川映月能对指定敌方单体及相邻目标造成基于敬流攻击力的冰属性伤害。转破状态下，敬流释放攻击时，将会使队友扣除一定比例的生命值，并基于扣除的队友生命值总量提升自身的攻击力。攻击力提升幅度存在上限，该增幅效果持续至本次攻击结束。如此看来，要想和师祖一同战斗，还需多加强自身。扣除队友生命值时，最多扣除到1，不会使队友陷入无法战斗的情况。释放寒川映月将消耗1层朔望，不消耗战绩点。当朔望层数为0时，敬流将退出转破状态。那在这之后呢？剑如琴曲，当起伏连绵，意犹未尽。师傅之剑，正是顶级的剑曲。退出转破状态，敬流将通过所提及的方式进入下一个轮回的累积，如此循环反复，给予敌人连绵不断的打击。原来如此，正如师祖戎装上的月相一般，涨落不息。除了战绩无下飞光和终结技能使自身获得一定层数的朔望，对于一些格外需要注意的战斗，敬流还能在投身战斗前使用秘技古镜照神，使自己在进入战斗时就获得一定层数的朔望，并立即为自身恢复一定能量。此外，使用秘技后的一段时间内，敬流将在自身一定范围内制造特殊领域，使领域内的怪物陷入冻结状态。能见识到这些剑法真是一件幸事，燕青受益匪浅。且看迎面走来的这几位药王秘传的朋友，似乎想仗着人多和敬流切磋一下。敬流首先释放战技并积累朔望，这个时候程路天刃还有攻击的机会。此时敬流再次释放战技，紧接着积累了足够的朔望的敬流立即进入了转破状态。得益于此，
径流先于敌人出手。不等对方有所反应，径流就向敌人发动了令他们更为绝望的寒川映月。如果此时他们觉得自己会有一丝喘息的空间，那就大错特错了。只见径流释放了终结技昙华生灭天河蟹梦，仅在眨眼之间，寒芒便如疾风劲雪，瞬间破碎了时空。在漫天箭雨之中，战场便归于了沉静。啊，太精彩了，还想再看一场。不如择日请师祖指点一番啊！真羡慕燕青弟弟能与这样的传奇切磋剑术。哦，基米先生若是也想切磋，我倒是可以帮先生转告给师傅。哦，这就不麻烦您了，我对这人事还尚有留恋。